上海开绿灯单身买房，苏州全面取消限购，广州大户型无限制。眼看2024年伊始，一二线城市接连送出糖衣炮弹，这场持续3年之久的房地产寒冬总算要退去了吗？然而，短暂的欢乐之后，行业内忧心忡忡的声音再次占了上风。更多人认为，这波就是行动于事无补，因为中国房地产业早已岌岌可危，卖地收入腰斩，政府把自己玩死。谈起一二线城市的限购退潮，有地产研究院院长直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而已。原因不外乎持续低迷的销量，直接导致楼市早已失去对地方财政的补血作用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3季度，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近30%。这样一来，各地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放开限购拉动交易，以图苟延残喘。然而，如果本地财政长期依赖土地财政，政府只会越扶越倒。有分析指出，放开限购远远谈不上硬核，反而加重了市场的调整乱象。更不用说，在楼市泡沫持续释放的今天，政策放松带来的增量仍难以填平整体低迷的窟窿。抬头无光，纵使放水也难回天。事实上，从各项关键指标来看，2023年房企交出的都是一个个难看的答卷。以一线代表城市北京为例，2023全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仅718万平方米，同比暴跌 52.4%。此外，新开工面积同比减少 41.9%， 房企一年集体亏损超1000亿。如果说局部放开限购能拉动销量，北京去年下半年的情况已经给出了最好的注释。随着限购条件不断放宽，新房成交量依然在刷新历史低位。类似困局在近30个重点监测城市里比比皆是。据中指研究院监测，2023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滑 22.3% 和 28.9%。简而言之，在需求端明显失衡的今天，楼市已经失去了自我恢复的弹性。有专家坦言，2024年房价还将持续下行，至少要到2025年才见底。去库存仍任重道远，二手房深度跳水。供给端去库存的进程并不乐观。有房地产研究所专家表示，2023年底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仍高达 9.6 亿平方米，比历史同期多了近 30%。这其中，二手房市场的库存压力尤为巨大。全国范围内，二手房成交持续下滑，挂牌房源数量却在不断攀升。以苏州为例，挂牌量早在去年底就突破20万套大关。目前二手房深度跳水的态势已经形成，甚至出现1、2线热点城区项目甩卖加码的极端情况。有专家表示，这将对楼市信心的重建带来难以逾越的负面影响。房企现金流仍告急，踩着红线过日子。后续还有更大的坎要跨，债务到期高峰。公开数据显示，今年房企面临 2.3 万亿到期债务压力，明年更是超3万亿。这一次，不少地产商恐怕难逃厄运。以3月底为例，就有多达45家房企和项目公司需要在1季度末前兑付超过950亿元的债券本息。这当中不乏碧桂园、保利地产等头部企业。正如万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健林所言，今年将是房地产业最艰难的一年。在现金为王的大背景下，更多房企难逃沦为无人问津的下场。命运共同体的危机，没有人能幸免。楼市的持续低迷将波及产业链上下游，最终损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。有专家痛心疾首。事实上，在楼市占 GDP 比重超 30% 的中国，每一次房地产风暴来袭，都意味着全民式的资产缩水和危机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房地产贷以蚕食银行8000亿元资本金稳定的房价
不仅关系每个普通家庭的积蓄安全，更与金融体系能否安然度过一夜息息相关。所以说，这场房地产危机的野火，终究会烧到每个人身上。这也正是业内人士频频发声的原因。重拾信心，楼市还能自救，错过转机，一切后果不堪设想。地产市场化被迫加速与危机四伏。如果说保交楼成为开发商踩红线的最直接动力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也不得不提及房地产市场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。自2014年住宅制度改革以来，相关市场化举措如雨后春笋，诸如放宽落户、推地票融、降购首付比等等，都直接导致了杠杆风险的积累。加之请求如山的垫资、变相定金，在蓄水池效应不断扩大的过程中，楼市终于在历史性缩量调控中迎来绝地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场房地产危机源于长期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监管缺失。有专家表示，简而言之，市场化改革让高杠杆买房变得容易且廉价，最终诱发了过度投机，这也导致了疯狂的预售模式，并将开发商和购房者共拴在风险的战车上。一旦信用崩溃，两者必然难逃厄运。处处透露危机，开门红统统是假象。开年一系列利好政策所带来的积极信号，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有研究机构认为，当前楼市所面临的根本性危机并未得到化解。事实上，从根本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，这场危机的关键矛盾——金融去杠杆与地产去库存的冲突，仍在加剧之中。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，地方政府也将难以长久承担楼市崩盘的政治后果。简而言之，开门红激起的水花遮不住楼市下跌的势头。很多城市明面上高喊救市，实则在垫底敛财。比如苏州新房2年限售，大有限你买，不限我卖之嫌。根据万德预测数据，2024年房价或再现2018年大幅下挫的局面，并将在明年触底。此外，楼市销量也将维持低位角力。结合利率政策、地方债风险和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，我们有理由推测，这波救市行动最多也就半年有效。有专家表示，折射危机3大特征彰显房企分化。在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，房企的分化现象也日趋明显，不仅表现在盈利水平的差异，在应对危机的策略选择上也迥然不同。从根本来看，当前房企格局可以概括为3大类。类型1，国有企业和地方国企仍可借助隐形补贴计算风险。这部分房地产企业成交量下滑幅度相对较小，也更有可能获得银行绿灯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他们也很难完全独善其身。类型2，头部民企。这部分企业过去依赖预售拿地，存在一定杠杆风险，但在品牌效应等综合实力上仍占先机。目前，华润、富力、碧桂园都采取了积极降价促销策略，以求在寒冬中脱颖而出。第3类，中小型房企，多为地下通道出身。这部分企业现金流情况堪忧，生存状态堪称岌岌可危。未来，大面积倒闭也将成为可能。最后的希望全靠银根松绑续命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能否重启银根，将决定楼市走出困局的可能性有多大。如果明年上半年项目在融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，那么即使续命，明年下半年也难逃冰河期。有房地产研究专家坦言，事实上，在债务高峰持续叠加之际，能否获批融资已成为大多数房企的当务之急。但与此同时，在利率不断回升的大环境下，银行还血的动力明显不足。张大伟预测，明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贷款增速仍将维持个位数，难以重回高点。简而言之，楼市已快速步入汉密尔顿式中最艰难的2期。在此期间，
通常会出现大批企业破产清算、银行呆坏账暴增的局面。这也意味着行业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，真正的危机可能还在后头。